川普说，如果伊朗再不开放荷姆兹海峡，他3天后就要去炸毁伊朗的石油开采的这些相关的设施哦。其实川普讲这句话的时候，大概全世界没有一个人会信他。那么全球的油价跟股价大概也不会有太大的波动，因为大家就知道时间到了之后呢，川普又再找另外一个理由告诉大家说为什么又不炸了哦，再给这个伊朗另外一次机会。这个美国的媒体曾经统计过，川普最厉害的是在1小时之内可以有7套不同的说法，就1小时可以变7遍哦。我觉得他真的是好厉害，就川普不去演川剧的变脸，真的就是可惜了，因为他这个脸变得比什么都快。伊朗可以撑60天，美国跟全世界能撑60天吗？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赶快来关心到的是川普最新的发言，他豪言说伊朗会在3天之内崩溃，并且说呢，他的石油管线在3天之内会爆炸。另外，他还喊了，如果不达成协议的话，会做开战的正式倒数了。伊朗则是用3招来继续的续命，哪3招？等一下我们继续一起来关心。白宫现在内部也有非常多的问题，情资显示伊朗保有2/3的空军战力，大部分的导弹能力，还有荷姆兹海峡的封锁战力。在这场战争接下来如何发展？等一下节目我们都会做一个全面的解读。先来看到川普最新在他的社群平台，在他的 True Social 上面再度的发文，他说伊朗已经陷入崩溃了，甚至伊朗还主动的向我们美方传话，说希望尽快的开放荷姆兹海峡。这些话说出来，但是没有任何的根据，是在哪里听到这些话，或者谁说的，川普都没有说，白宫也没有做更多的这个表述。再来。川普还说，伊朗的输油管可能会在几天之内爆炸，原因是呢，石油槽里面的这个石油已经太多了。他说，中国大陆的角色在这边并没有这么的重要。川普还说，美国已经失去耐心了，伊朗接下来只剩下最后的3天，到时候美国将会炸毁伊朗的石油设施，成为这一场战争最大的赢家。他指的是美国。真的是这样子吗？伊朗只剩下3天的时间。我们来看到最新是来自于这个是航运追踪机构给的最新消息。他说，伊朗其实不是只有3天，其实光是缓冲的时间，它最多可以来到12到甚至22天。原因就是这个伊朗方面呢，它现在有很多的急救章可以去。就目前所碰到的问题，一共是3个。第一个，他们把海上的油轮现在变成了他们的临时的储油库。第二件事情，原本呢这些老旧的设施放在那边闲置的，现在伊朗也把这些旧设施拿出来做使用。第3件事情跟中国大陆有关了。他说呢，伊朗不惜花比较多的成本跟钱，用铁路的方式把石油运送到中国大陆去，换句话说，就已经不是走传统的海运路线了，全部用这个高成本来走铁路，把石油给运输出去。那么这个是来自于伊朗现在面对的问题，还有他们怎么做急救。另一方面，我们来看到美国内部则是面临到非常巨大的压力。我们来看到的是来自于这个大西洋月刊的最新揭露。他说，川普现在面临的压力是五角大厦内部没有向川普透露整体战争的全貌，而且国防部还被质疑在这个战争期间不断的误导川普，给了他错误的情资。再来，还有前官员是直接开轰了。他说，战争部长赫格塞斯他极力的迎合总统，甚至呢，他用的就是他的电视经验，让他非常懂得怎么样跟川普说话，而且他说的话都是川普想要听的话。他说，我认为这样很危险。再来就是特别指到赫格塞斯其实有很大的政治野心，未来他可能会想要投入在总统的选战当中。换句话说，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政治生涯。确实，我们来看到赫格塞斯怎么讲的。他说，美国的武器到现在还是很储备足够。而且呢，经过8周的战斗，伊朗军队承受的损失十分的惨重。但是我们来看到，副总统范斯完全不是这么认为的。私底下，根据于媒体报道，他向这些媒体做了一个透露说，他认为他很担心的是美国的导弹库存正在见底当中，而且他认为大幅的削减这些弹药储备的后果将会是不堪设想的。情报机构也直接打脸目前的战果。有关于伊朗，这个赫格塞斯说已经损失惨重，但是情报显示伊朗还有2/3的空军战力，大部分的导弹能力，甚至还有能耐继续靠着这些快艇跟布雷来封锁荷姆兹海峡，而这些的能耐
都是最致命的。至于美国的内部，华盛顿的智库战略国际研究中心特别讲到说，有4大的关键弹药现在已经消耗，甚至是过半了。这当中包括了防御用的拦截器、战斧巡弋导弹、联合空对地的防区外导弹等等，都是这种进攻性的武器。如果再持续的削弱下去，那么美国接下来应对其他场冲突的能力就会大幅的降低。最后一件事情是，民主党现在准备要针对川普提告了，因为这一场战争已经逼近了60天的全线红线了。再来看到外部，川普又面临哪一些压力呢？盟友，我们来看到德国总理梅尔茨最新持续的酸川普，他说伊朗根本在玩一套超级高段位的不谈判策略，把美国官员耍得团团转，而美国现在内部正在被伊朗跟革命卫队给持续羞辱。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特别请教委员怎么看川普高喊的伊朗3天之内会崩溃，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伊朗的3大招。针对石油，他说海上油轮它有这个储油设施、重启闲置的这些设施，还有靠铁路运送石油给中国等等3招，到底这场对抗是谁在误判情势？委员怎么看？对啊，川普说，如果伊朗再不开放荷姆兹海峡，他3天后就要去炸毁伊朗的这个石油开采的这些相关的设施哦。其实川普讲这句话的时候，大概全世界没有一个人会信他的。那么全球的油价跟股价大概也不会有太大的波动，因为大家就知道时间到了之后呢，川普又再找另外一个理由告诉大家说为什么又不炸了哦，再给这个伊朗另外一次机会。这就是川普最喜欢玩的一个手法哦。这个美国的媒体曾经统计过，川普最厉害的是在1小时之内可以有7套不同的说法，就1小时可以变7遍哦。我觉得他真的是好厉害，就川普不去演川剧的变脸，真的就是可惜了，因为他这个脸变得比什么都快。对，他1小时可以变7次哎，所以基本上讲这个什么3天后要炸毁伊朗什么储油设施，大家听听就算了哦。那么你说国际组织现在评估说伊朗只能够撑12天，其实我得到的一些相关的资料，伊朗大概可以至少撑60天。它除了我们现在讲的这3个用海上油轮储油，把海上的油轮变成它的浮动仓储之外，它可以这个开启闲置的设施，让这些设施能够重新的运用。然后当然甚至包含用铁路去把这个石油经过中欧班列就是经过哈萨克、土库曼，然后到中国大陆去。但当然我们也算过就是如果你用一列就是一列这个铁路送过去的油量大概也就是20-30万桶。可是，一艘油轮出去的时候是200万桶，所以你说光靠铁路去把油能够稍微的这个全面的输送出去，可能性当然不高，但是它绝对有这个暂时延缓的效果，就是你毕竟就是慢慢的把这个压力不断的用各种方法释放。除了这3个以外，它还有2个这个现在正在这个操作的方式。第一个，它改变它现在现有炼油厂的作业流程，它加速炼油厂的这个作业，让原本在储油槽中的石油尽快变成这个加工品那么用炼油厂的方式来消化这些东西，然后再把这些原料送出去那么第2个，他在做的是什么呢？他在做的是他考虑要关闭一部分将来维修成本比较低的油田。也就是说，没关系，我先把它关闭了，我将来再重新开启。可是我付出的成本跟代价比较低，那我现在就暂时先把它关闭掉。所以伊朗评估在这个5种方法的操作之下，它可以撑60天。那故事就来了，伊朗可以撑60天，美国跟全世界能撑60天吗？就川普现在口口声声说要伊朗开放荷姆兹海峡，他自己难道忘了吗？这封锁他的封锁，川普你也在封锁就你也是其中一道封锁荷姆兹海峡的外国势力。就你叫里头那个开放，你自己不开放有个屁用呢？所以基本上来说，现在是2道封锁。那我的好奇点就是在于说，美国跟全世界能够撑60天吗？川普能够撑60天吗？川普马上就要面临5月1日战争授权法在国会的挑战了，川普马上就要面临民主党提出各种的这个究责了，甚至川普马上就要面临到今年的期中选举了。那么以色列撑得住吗？以色列的纳坦雅胡现在面临了在野党的结盟，马上要在今年10月大选要把它拉下来。那全世界撑得住吗？各位，今天荷姆兹海峡所封锁的不是只有石油还有氮肥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能源危机，看到的是这个粮食危机。我们在这个节目曾经讨论过，还有另外一个更大的核弹没有爆海底还有7条电缆对，那7条电缆只要切断了，那就是 AI 产业的末日了，那就是全球金融业的危机了。所以这些东西，伊朗根本还连端上台面都没端上来。
你说切断海底电缆很难吗？一点都不难美国、英国当时是怎么把那个北溪2号给炸掉的？那么这易如反掌啊！你可以在那里搞北溪2号，我何尝不能够在这里把电缆切断呢？所以坦白讲看谁撑不住嘞，就看谁现在最像热锅上的蚂蚁，看谁现在话最多。显然不是伊朗嘛，伊朗可以2进2出、3进3出、8进8出，伊朗一点这个急迫感都没有，也没有任何的违和感，反而是现在川普想尽各种办法，不断的在放话，因为川普自己知道他惨了，他进入了一个没有出口的战争啊。好，所以说伊朗可以撑60天，那美国能不能撑60天？我们继续来看，因为刚刚特别讲了嘛，美国的智库内部已经示警说，它的这个弹耗已经消耗过半了，甚至呢，范斯我们刚刚讲，他很担心的是弹药的库存已经见底了，会影响到之后任何他去美国要去打任何一场仗都会受到影响。但是一方面，我们刚刚看到了赫格塞斯持续的不断强调说，伊朗已经被打到很惨啊，美国很强等等，一直给一些错误的情。接下来如何看？是不是在透支下一场战争了？在这场美伊战争当中，岳老师怎么看？这个美国现在你在做判断的时候在这个整个这个川普的内阁当中就是拍川普马屁的赫格塞斯是跟着川普讲的一样，像我们委员讲的，就是跟着说谎，就没办法，为了要升官发财，就必须要这样子说谎。那个整个内阁当中，唯一还愿意说点实话，从头到尾不说多话，一说就是实话的，就是范斯。所以大家要了解，因为现在的话呢，其实我现在在这边讲就为什么美国打一个战争，怎么弹药消耗的这么快因为美国不敢打陆上战。所以说他会认为说狂轰乱炸，炸了13000多个点以后伊朗自动会投降的没想到伊朗抗住了。我说实在话了川普可能撑不过60个钟头那伊朗可能还再撑60年呢那毕竟是个3000年的古国嘛。但是一想也就知道，就什么撑不住了，伊朗哪有这种撑得住的问题？只是越过越好。那美国倒是真的，因为60个钟头以后，川普就要面对60天的这个60天，如果一投票没过，就是非法就全部结束了，那当然就撑不过60钟头。我现在稍微强调一下第二点就是说，川普讲说中国没那么重要，对不对？中国可能自己来讲不觉得自己重要，但是中国手上有稀土对不对？你现在这个导弹你的先进武器你各式各样的战斗机什么的，你国力的这个装备就需要靠稀土那大陆现在的话呢，稀土的话呢，严格加耕者的管制，那是属于美国最需要的东西。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美国他们担忧库存存底。如果你的军工的复合体非常强大，那生产的力量非常大，像2次大战时间一样的，美国还没有打完的话，就生产量就是已经消耗的2-3倍。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没有消耗量的问题。美国现在人工是又贵又慢然后你也找不到人。大家记不记得这个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川普把所有的军工复合体的厂商全部叫过去，叫他们增加4倍的产量。我们现在都知道，你这个东西的话呢，你就是突然要它增加4倍产量，然后要扩大了很多事情。第一个时间来不来及，第二个符不符合成本的效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来讲的话，美国绝大多数的有识之士就发觉美国打不起。那你至于你在这边问到我说，川普自己还在讲说下一个要打古巴，下一个打古巴的话呢，那整天在这边搞事情，在这个亚洲这边的话呢，万一这边台海又出事，那美国怎么打？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会发觉说，美国基本上在川普的吹牛情况下，把自己搞垮了。好，同样的问题，那盖哥又怎么看？另外一方面，现在民主党准备对川普提告对，民主党如果针对川普提告，然后真的受到弹劾的可能性虽然不大，但是我们要看另外一方面的问题，就是说你要看到底赫格塞斯在演哪一出。我今天就讲白了，赫格塞斯要出来选总统啦，你知道吗？他其实他内心他的内在，你会看到他现在做什么事情都很强势。来，这个陆军的这个参谋长兰迪乔治，我把他废掉就废掉了。然后我们这个军队里面以后不可以再出现女性的将领跟黑人将领，这些事情都基本触犯美国宪法，他敢做，他竟然还在那个枪支步枪协会里面说，我告诉你，这个上帝赋予我们拥枪的权利，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只要是信奉上帝的这些教徒们，我们都可以拥枪而自重。这些话听起来都让人家觉得似是而非嘛，对不对？他真的讲这些话。赫格塞斯有政治野心，其实这件事情在华府的观察里面，这已经当然他们从来没有讲过一句，可是他现在直接得罪的就是范斯副总统。为什么？因为范斯也要选，就这么简单。
那对于这两个人的角力啊，他们绝对是不能够输的，任何一方都不能输，输了这个人的政治生命就结束了，就完蛋了。也就是说，这两个人能够得到川普的这个青睐，去帮哪一个人的话，其实对他们来讲很重要，这是他们的未来。那现在反映在那个伊朗这件事情上面，就是说，范斯认为赫格塞斯，你身为战争部长，你没有讲实话。美国飞弹的库存是很可怕的在消耗，但是刚岳老师也有讲说，那不是二次大战。对，你知道二次大战结束的时候，美国剩下什么吗？美国剩下2万架飞机，后来变成废铁，为什么？造太多了，一下生产太多，结果没有打掉，怎么办呢？送到废铁厂去。美国当时的工业力量是多大？现在不是，现在我们现在从头开始看。你现在从 AGM-154、AGM-158，还有 JDAM 这种联合遥攻武器，每天烧的速度，等一下还要送给乌克兰，还要送给以色列。为什么？因为以色列要拿来打伊朗。所以美国的库存一直送出去，送。回头看 Lockheed Martin 洛克希德马丁，你造好了没有？问雷神公司造好了没有？对不起，总统先生，我们可能要再2个月才能够生产到你要的速度。过了2个月，他说生产好了没有？对不起，我们还要再半年。美国的国防工业实力不断在下降当中，造船不断在下降当中，所以范斯就会问赫格塞斯，请问我们的飞弹库存够不够？赫格塞斯说我们的库存是无限，怎么可能无限？你讲给那个什么鸭子去听雷吗？所以这些东西都不是正常人能够接受的。我认为赫格塞斯他是从媒体出身，他知道要讲什么话给川普听，让他老人家高兴。但实际上，美国的军工业跟美国对伊朗的政策，到现在已经面临了十字路口。他到底要下一个决心，说不能再这样拖下去？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再这样拖下去，那很可能，你看最近出了很多大新闻，你看连那个阿联都已经退出石油组织了，所以大家就知道说，其实美国现在正在站在十字路口，它整个国内的经济也是一样。好，接下来我们要持续来关心这场仗打到现在，有关于伊朗的战力，现在说呢已经来到了战时工业化的生产模式哦，反而呢，尤其今天要关心的是无人机的产量，竟然是暴增了10倍。那么飞弹回复率已经达到了70%。另外一方面，中国大陆的角色在这边特别来看到，辽望1号正式的进场，美军补给线还要能够撑多久？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起来做关心。赶快来看到的中东的战局，伊朗它现在没有被打垮就算了，还是越打越强的。因为我们特别就一些数据来看到，确实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在停火的空档期间，特别关心到伊朗，它不管是飞弹或者是无人机的补充，都比战前还要更快了。所以专家说，这个叫做进入战时的工业化生产模式。特别来看到的是军事媒体做的分析，攻击型无人机伊朗的产量现在竟然暴增了10倍，代表它还可以再进行大规模而且持续的一个打击能力。再来就是成本了，我们之前节目上也特别强调了，自杀的无人机来自于伊朗的，它的价格只有数万美元，但是美国跟以色列的拦截飞弹价格高达了数百万美元。再来，来自《纽约时报》也做了一个最新的评估，是来自于美国情报官员自己说的。伊朗现在还有40%的攻击型无人机跟60%的飞弹发射器。重点来了，在这个停火休息的期间，伊朗持续的把它挖出来，这一些深埋在山里面的飞弹发射系统，结果挖完之后，发现它是可以恢复到战前的70%的一个高数字，所以代表说，伊朗现在无人机的量暴增了10倍，飞弹恢复率达到70%。如果战事再起，这种不对称的消耗，到底美军撑不撑得住？再来，我们先前也谈过了，美军的弹药库现在其实是非常的紧张的，还能不能够撑得下去？吕舰长怎么看？我们来看啊，其实这个是一种不对称战争对于精确打击的战争的2种比拼。那在这2种比拼里面呢，那其实真正的问题就是价格。为什么？因为我们讲到说有关于这一个我们上一节提到的水雷啊，或者是我们现在讲到的无人机啊。其实它相对于美军所使用的武器都是便宜的。那我们来看啊，
这一张也就是那个这 CSIS 的统计啊，这个时间已经有大概2个礼拜的一个落差了。我们看到这个战斧巡弋飞弹它已经消耗了850枚，那但是呢，它原来额定明年可以新增加的只有190枚，那也就是其实它的库存是不足的，然后它明年也跟不上。那如果我们比对一下2003年到2011年的这个伊拉克战争啊，它也不过才耗用了802颗飞弹，所以我们就讲到现在耗用的数量是非常可怕的。那我们讲的是攻击的，那如果有关于防御的，那第一个我们看到为什么现在以色列其实它本身被打得很惨，因为它的各层的这种防御啊，它其实有7层啊，那也就是最低的从铁穹上面的大卫投石，再加上剑士2型、剑士3型，这是3层。那这4层还有3层，也就是这有关于最低的这个，也就是铁树也就是雷射武器啊。雷射武器之外，它还加上美军的爱国者跟萨德。那我们来看呢，以去年的12日战争来讲的话，萨德在这一个区域，这个区域在哪里？从约旦河西岸往塔拉维夫方向看而已。那只有这一个部分的话，萨德就耗了39颗，但是明年就是以今年来讲啊，萨德也只做32颗啊，那你根本补不足这个缺口嘛。是。那如果在海军的话，其实我个人的研判啊，这一次的这个停火，其实伊朗是算错的。为什么？因为美国的所有的驱逐舰，它的无论是这一种战斧巡弋飞弹，或者是各种的标准2型、标准3型、标准6型，大概都快打完了。你说要透过双剑科目来运这个飞弹，当然不是不行，可以，但是那耗时非常长。那你现在一停火，这火可好，通通都去靠港了，通通靠港去补充飞弹。因为我们来看啊，去年对不起，不是去年啊，之前在红海的时候所发生的这一些，那还是拖鞋军啊，还不是现在这种全面攻击。我们就看到了美军耗用了400枚的各式飞弹，那其中包括了我们看到120枚的标准2型，80枚的标准6型，那甚至还有用主炮来攻击的啊。这个问题也就是啊，后来为什么我们看到这一个美军连星座级都不做了？为什么？因为星座级它就有32个垂直发射系统，如果进入现在的这个饱和系统的饱和攻击的它的这一个作战环境之下的话，它几乎等于没有生存的能力啊。那这也就是我们讲到说，其实伊朗还真的有很多的无人机没飞出来。那我们讲，如果大家去看这一个金融时报啊，它展示了去年已故的2个伊朗的这一个参谋总长，那以及他的陆军陆军总司令，他们去看了一个他们的无人机的工厂。第一个，它都是在地下，根本就是手搓出来的，也就是它没有一个正式像我们这种机械化的生产线，没有，它就是人一个一个去就位做出来的。可是他看到的无人机至少还有2款，我们现在根本都没看过。意思是什么？现在打出来的都是旧型的，那新式的，那慢慢的一代一代推出的时候，其实这个才会造成美国海军或是未来可能登陆的最大压力。好，我们看到现在面对美以美国面对于伊朗的这个不对称的消耗战，除了说在武器上面他们慢慢的感到非常大的压力之外，另外一方面就是面对的是人的一个压力，因为呢，现在看起来伊朗啊，他们的要打美国的决心已经比以前还要更强烈了。特别我们来看到几个关键人物，首先是伊朗的陆军总司令，他喊话说战斗会持续到最后一滴血。再来就是伊朗的最高领袖穆吉塔巴，根据西方媒体的情报显示说，穆吉塔巴在上一次的攻击当中造成他这个被飞弹攻击，结果面目全非之外，还少了1只腿哦。但是他还是持续的在床上展现决心，跟他的这些部属们、他的下属们持续的沟通，要他们继续的整装，并且他已经最新喊话说整装待发，准备让敌人遭遇新的惨败。再来就是现在整体的伊朗的内部的这个气氛，现在最新看到是上
千女性呢，她们持枪上街，年轻人他们也开始公开的宣示他们要参战，甚至说要为国捐躯。现在看起来民间的力量也动员起来了。再来就是中国大陆，刚刚讲到大陆的角色，大陆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包括它的情报舰瞭望1号在阿曼湾引发关注，它可以征收到6000公里的这种电子征收的一个范围，搜集美军的电子的指纹，所以看起来伊朗全民皆兵，再加上来自于中国的情报舰，接下来在中东长期抗战，美国有能力接招吗？委员怎么看？对，我刚才说过，这是中场休息之后的下半场开打了哦。那么当然，这场战争其实一开始伊朗就有设定它应该有的节奏跟步骤嘛，就像刚才这个舰长提到的，他可能更顶尖的、更高端的武器都还没拿出来用，他先用低阶的、先用廉价的去耗一耗美国跟以色列的这个战力哦。那么当然更重要的是，这场战争它就是一个意志力的战争了，就是一场全民战争了。就是大家看看这个美国、以色列、伊朗这三方哦，他们全民的意志的程度不一样的哦。就对美国来讲，大部分的民众是反战的哦，所以到底川普能够违逆民意撑多久，这是另外一回事了。那么第二个，对以色列来讲，他们也是要全民作战到底了哦。那么伊朗当然更不用说了，准备跟以色列分个你死我活了哦。这场战争，伊朗准备了30年，牺牲了这么多，如果就是稀里糊涂的就当做这个一场和谈就结束掉了，那伊朗这些人都白死了哦。那这30年都白准备了。更重要的是，如果这一次不定毕其功于一役，美国跟以色列以后一定卷土再来哦。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认为伊朗这种全民皆兵哦，全民愿意投入作战的这种意志非常坚定的。所以，如果大家来比拼这个所谓的韧性的时候哦，恐怕美国并不会是伊朗的对手。那么更不要提到说，其实伊朗从一开始哦，就最近我们看到了很多来自于伊朗的学者的一些这个视频哦，他们一开始就知道。最终一定要打地面战的，他们从来没有侥幸的认为说不会打地面战，可是他们认为地面战对美国来说就是地狱的这个大门了，就灾难的开始了。为什么？因为伊朗的地形啊，大家看一下伊朗的地形，伊朗的地形周边是山脉啊，然后中间是高原，所以伊朗不是那个一马平川的机械化部队，一登陆就可以从头走到尾的。所以在这种过程当中，伊朗绝对有足够的实力哦，利用它这个天然的地形，把美国的部队耗死在这样的一个格局里头啊，就好像我们当年打8年抗战一样，我们用空间去换时间。是。伊朗可以足做得到，更不要讲说它还有100万部队了哦。所以美国到底如果真的要打登陆战，它到底要派多少部队去登陆，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那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嘛，美国现在显然它要避免打登陆战，它就发明了另外一套东西。可是另外那套东西，我想刚才这个我舰长也帮大家分析过了，是你到底耐不耐打嘛？很显然的，真的开打的时候，你就会要开始闪得比较远一点了。那你闪得比较远一点，你还能够封锁这个海峡吗？那你更不要提到说这个国际间的你这个盟邦，大家可能会对华府施压，说莫名其妙，我突破1个封锁就够惨了，你现在让我突破2个封锁哦，所以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对美国不利的。那更不用讲曼德海峡了。那各位知道那个曼德海峡，它最窄的地方只有25公里。刚才这个永明兄帮大家分析过，25公里哦，25公里里头这个28公里哦，它28公里中间还被一个岛隔了。所以呢，一边呢只有3公里宽，另外一边有25公里宽。所以你想想看，所有的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在最窄的那个地方都只有25公里宽的宽度的航道，在那里这个要实施封锁，并不是这么困难的哦。虽然这个也许效果不见得像荷姆兹海峡这么好哦，但是它只要一旦封锁，对全球来说，那就是另外一个冲击了。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中国大陆其实也把手伸进来了哦，就他派出来了这个瞭望1号嘛。那瞭望1号是对中国大陆来说是最新的这个战略的预警舰哦，它有6个大型的球形的那个天线罩哦，然后还有8部大型的天线。它的功能是什么呢？它可以在监控范围6000公里，这6000公里的监控范围之内，所有的什么电子战的讯号啦、卫星通讯啦、雷达频率，它通通都可以征收到。那它同时可以在空中锁定1200个目标哦。所以如果它跟伊朗进行所谓的这个情报数据共享的话，它等于给了伊朗非常好的眼睛了，就有千里眼了。伊朗有100万雄师，可它需要一个千里眼。伊朗只要能够得到了瞭望1号的这个情报数据共享，那接下来伊朗要打哪里，要
这个防止哪里的飞弹来袭，伊朗都可以轻松的应对跟掌握了。好，这个是我们看到这个伊朗哦，他现在如虎添翼哦，还拿到了来自于中国大陆的这个情报的资源之外，现在美军哦，现在要更加的有压力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海上战力哦受到影响。最基本的东西就是他们没有吃饱，这是来自于今日美国的外媒做的报道，说他们的官兵在前线真的这个伙食非常的差尤其是迪利波里号跟林肯号上面呢说这个餐盘里面，迪利波里号只有少量的碎肉。对半的玉米饼，那林肯号的伙食只有少量的红萝卜，还有这种干硬的肉饼。军人的家属也爆料说，他们寄了很多的东西要给自己的这个军人。自己的孩子，但是发现这些生活用品都寄不出去。再来五角大厦说这些消息都是假消息而已，但是呢，前线的照片流出来，现在看起来已经打击了美军的士气。杨老师怎么看？这些消息都是真消息。因为都有视频，都有民间的这个 TikTok 啊，或者是 Instagram 在传。我也看了一些。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在这一次美国跟伊朗的对峙当中地理地缘因素就不断的在扩大。过去我们看到美国打几场顺手的战争的时候呢，似乎这个地理地缘因素就不是那么的关键。但是呢，在之前的阿富汗战争，美国是受创很深。这一次你看到伊朗在这个高原堡垒之上，它不只是说你不敢去打它的地面全面战争，然后呢，你对于它的就是能源设施你也不敢去动手。川普这2天说要威胁去打电厂但是呢，他也知道，他打下去伊朗回敬的话，那整个全球油价不就这个等于是飙飞一样？另外，这个地理地缘什么因素呢？美国在全世界有750个军事基地，大概在中东有13到17个，其实大部分都在海湾地区以内。如果在中东以外的话，你就要经过红海，或者是要到印度洋深度的那个叫做 Diego Garcia。非洲的东岸没有什么美国的军事基地，要作为美国的军事基地，第一个是补给、维修、官兵的休息，它有一定的就是除了政治跟经济关系之外，它有一定的基础建设。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他就把他的为什么第5舰队的总部放在巴林，在波斯湾里面，因为这边有相关的设施。现在这个巴林波斯湾整个进不去了，你要从哪里去做补给呢？所以现在就是说，他必须要从就是东南亚或者是要从地中海这边来去做补给，而这2艘舰，不管是林肯号、迪利波里号，它都必须要因为现在封锁伊朗港口，要在比较前端，虽然不敢太接近伊朗，可是在前端的情况之下，你的补给总是有限。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中国大陆最近做了一款新的叫901综合补给舰。那个综合补给舰就跟随着这个福建舰的一个大型的，就是补给舰，它就可以把航程延长1万公里，整个相关的这个补给的设施带了很多。这就是2个不同的思维。那一个是美国在全球设补给基地，另外一个呢是大陆自己本身做个大型的补给舰，跟随着整个航空母舰群。美国的这种众多补给这个基地型的这种作为，在这一次的波斯湾跟就是阿曼湾呢，就受到严重的考验，因为伊朗把你整个封锁，你过去赖以为补给的、休息的，你就不行。所以当福特号出现问题的时候，他就要跑到希腊去，他就要穿过曼德海峡、苏伊士运河到希腊去。到了希腊还能再回来吗？那现在美国各方面说，让福特舰官兵回家吧，因为他们已经在舰上超过将近300天了，历史上第一次这么多天。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对于美国的军方的士气以及整个补给都会产生严重的打击。好，我们特别来关心到的是白宫是不是被以色列给架空呢？川普另外他本来是想要这个不想要再开战场的，但是是不是被因为一些将领的激怒所以他决定要出兵了呢？另外关心美国有11名科学家接连的被消失、死亡，这是怎么回事呢？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起来做关心。我们赶快来关心到是川普在17号这一天特别发文就开呛了。他说呢，以色列不得再继续轰炸黎巴嫩了。他说我已经正式下令禁止了
真的够了。那根据了解，纳坦雅胡是透过媒体才知道说，这个川普已经公开不让以色列再继续轰炸黎巴嫩了，所以呢，要求美国你现在出面来说明清楚到底怎么一回事。当然，川普这话一说完，他也持续的力挺以色列到底。他说呢，以色列是一个非常勇敢、聪明、忠诚，而且会赢的国家，暗逼其他国家在各种战争的压力下，直接就暴露出来了自己的本性。我们来看到川普的这些言论，让这个非常看在眼里、非常不爽的呢，就是美国的前副总统贺锦丽了。贺锦丽批川普发动这个美国人民根本不想要的一场战争，还说他是2战以来首位抛弃盟友责任的总统，说川普是被纳坦雅胡给拖入战争的，而且确实这一些来自于贺锦丽的话是有根据事实的。最新民调超过60%美国人是反对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的。现在在经济面也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就是这位联准会的理事沃勒被视为是大鸽派他说美国恐怕这一次会陷入持久性的通膨了，降息空间现在看起来已经越来越被压缩。他认为战争正在反噬美国的经济。好，一边是川普下令禁止以色列再持续的打这个轰炸黎巴嫩，但是纳坦雅胡要美国在这个时候出面给一个理由，一边是贺锦丽特别痛批川普被以色列拖进战争，这一场战争到底美国是不是就被以色列给架空？委员怎么看？这一点都不意外，我想这是全世界大家都知道的事实嘛。表面上看起来美国是以色列的老大哥，其实实际上，美国是以色列的傀儡吧？那么特别是美国的政治人物，长期以来许多人都是受到以色列公共政策委员会的这个游说跟政治现金的支持，所以以色列的所谓的锡安主义分子就是我们现在讲的那个极右翼的势力，其实是牢牢的掌控住美国的这些政客的。那你更不要讲说美国的华尔街、美国的这个矽谷，或者是美国的这些大的金主甚至连这个美国的这个好莱坞，其实都是犹太人这个的势力范围之内的。那我认为当然不是所有的犹太人都支持打这场战争，但是在这一次我们看到的这个锡安主义的这种极端右翼的以色列的这些人士其实已经是请全力就像我刚才讲的，他们也要毕其功于一役啊。伊朗要毕其功于一役，以色列这次也是决定既然好不容易把美国拖下水了，不打到最后一刻，不把伊朗打趴打垮，他们也不会收手的。所以其实在过去这段时间，川普曾经有好几次准备要他口了，就他用了各式各样的方法宣称他已经胜利了大家就在想说，哇，他终于决定要用这个自我催眠的方式想办法抽出这个泥淖了，就没想到他每一次呢，这个自我催眠呢还没催眠个1-2天，忽然之间又翻脸开打了。所以这一次的停战应该是这场战争里头第2次了。所以其实在这一次停战这个准备要进行谈判之前，就有外界就抱的这个不乐观的看法。最主要的原因只有一个嘛，就是以色列一定会想办法破局的，就以色列会想尽各种办法破坏。那你说贺锦丽讲的有没有道理？这在美国来说已经不是秘密了，连这个《纽约时报》自己都公布了当时的这个整个的决策过程啊。纳坦雅胡是在2月11号早上11点进入白宫战情室的，他那个时候跟这个战情室的当时除了这个纳坦雅胡之外，摩萨德的这个负责人是用视讯的方式在这个战情室开会，然后美国这个除了这个川普之外，这个 Rubio 啦，然后这个 CIO 的 这个 CIA 的 Director 啦，还有这个参谋首长联席会议的主席凯恩都在现场。那当时纳坦雅胡提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分阶段，第一阶段斩首，第2阶段这个重创伊朗，第3阶段引爆内战，然后第4阶段说推动政权转移，就是所谓的 regime change。当时纳坦雅胡掰了这一套之后，纳坦雅胡走了。第2天，这群人重新聚在白宫的这个战情室开会的时候，没有人相信纳坦雅胡说的是做得到的。从 CIA 的 Director 说这就太可笑了吧，然后连 Rubio 说这就是在鬼扯，然后连凯恩也说，你说暗杀可能还做得到，斩首做得到，你说真的要推动到政权转移，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然后接着，这个《纽约时报》的报道是在2月26号了。2月26号下午5点，又在白宫战情室开会。那个会议里头，大家都讲得非常保守。J.D. Vance 当场告诉川普说：“你知道我是反对的，
可是如果你真的要打，我也会支持哦。然后接下来所有的人都在撇清责任。Rubio 在讲说斩首可能做得到，其他的有点难了。那个凯恩也是提出同样的看法。你说削弱以色列，削弱伊朗可能可以，可是你接下来的这些步骤通通都做不到的。只有赫格塞斯这个抱着川普的大腿，不断的吹嘘说绝对可以完成这样的目标。所以光是你从《纽约时报》所公布出来的白宫整个的决策过程，就不难看得出来，从头到尾，川普就是被着这个纳坦雅胡绑架嘛，让美国去陷入了这场战争。所以美国现在根本上就是被锡安主义分子绑架了哦。那么这场战争陷入这种泥淖里头，如果真的最后还要打地面战的话，这对这个美国来说，简直是另外敲响了一记丧钟了。美国的国力当时在越战的时候就受到很严重的影响了。这一次如果再来打一场这种这个无穷无尽的这个伊朗的这个地面战的话，这对美国来说就恐怕这不是川普自我催眠一下就可以逃出这样的一个泥淖了。对，这场战争一开始就是川普他被这个纳坦雅胡绑架，但是大家也在看说，其实，在川普刚入主白宫的时候，他本来不是厌战的吗？后来为什么突然间改变他的决定？那后来来自于日经新闻这边做了一个分析，我们刚刚讲的是被纳坦雅胡给绑架嘛？那其实另外在美国自己的境内哦，也有人跟纳坦雅胡是里应外合的，这一位是关键的推手，让川普决定在外交上采取鹰派来打击伊朗的态度。关键推手就是这一位，今天带观众朋友来特别关心的前空军的军官葛莱姆。长期呢，他就主张要对伊朗强硬，而且他在私下曾经多次的跟纳坦雅胡会面，然后呢，会完面之后，他其实也多次的跟这个川普打高尔夫球，在打球的过程当中，常常跟川普一起讨论有关于伊朗的问题，并且还向川普施压说，你不动手的话，你在这个时候不鹰派一点，不动手的话呢，你就会比奥巴马还要更软弱。根据了解，就是因为这一些的压力啊，还有这个他们抓住了川普的软肋，所以川普决定要对与伊朗动手。那现在川普的精神状况也被外界质疑是不是真的有出问题，而且是陷入恐惧当中。这是来自于《华尔街日报》的最新报道。他说，在4月3号那一天，大家还记得吗 ？F-15的战机不是被伊朗给击落了，2名飞官要逃生之后，川普在白宫陷入了长时间的情绪失控，对他的下属咆哮达到数小时的时间。《华尔街日报》说，当时这一场事件勾起了川普他特别想到是1979年伊朗的人质危机的阴影，所以让川普感到非常的不安。再来外交面，美国的外交体系现在也说呢，全面出问题了。尤其是亲伊朗的压力，现在亲伊朗政权的这些压力正在升高当中，也影响到美国在世界的影响力。先是美国跟亚塞拜然原本的双边关系现在恶化，第二件事情是巴林政府也被质疑说是否会被美国抛下，被迫独自来面对伊朗。第三件事情是印尼的领导人他现在感到压力了，外界要他不要跟美国走得这么近，在安全上面少一些的合作。再来就是美国在各地的外交官，他们这个美国的白宫要这些外交官安静一点，不要自己乱发言，要求他们晋升。这些问题，杨老师怎么看？我们通常去讨论这一阵子川普为何出兵伊朗，大概从3个层面。第一个，他被以色列牵着鼻子走；第二个，他受到犹太金主的影响。那第三个呢，就是他觉得大概从维也纳战争到这个伊朗战争都可以一次解决，也就是他本来大概真的就只想要去打这个斩首战争，就以为伊朗会瓦解，完全没有想到后面。但我从另外几个角度哈，第一个，我刚刚讲的这3个都是我觉得都是正确的，但我们再补充，第一个，川普上来的时候其实就是好大喜功，他希望成为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他虽然提出和平总统的一个诉求，但你忘记了吗？他也曾经要扩大领土，也就是他从格陵兰到委内瑞拉到古巴，他都说要去扩张美国的领土，所以他其实是有领土扩张的倾向的，这是一定有他这样子一个心理的基础，然后呢，别人才会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去把它扩大，去把它给放大，让他引导他走出兵这条路。那第二个就是他在整个对外政策上还是有那种美国优先。但美国优先，换句话说就是美国还是例外，也就一切就是美国在军事上、经济上都可以为所欲为。你看他的关税战不就是为所欲为吗？
就还好是被美国的最高法院给否决掉。但是呢，他持续在做，他真的觉得，尤其是去年打了伊朗的核子设施，然后呢，委内瑞拉，他就觉得说，接下来打伊朗就能够避其役于一战当中。但是呢，没有想到现在拖得成这个样子，拖成样子呢，就越来越在硬凹，就造成你刚刚讲的那个亚塞拜疆的情况，就是因为他跟伊朗的关系有微妙，所以呢。伊朗是支持亚美尼亚，所以一直有一个这样子互动。不过那个地方其实在中亚，但是呢并不大。关键其实是80，代表的是整个海湾国家。战后海湾国家还会继续的接受美国军事基地的重建吗？会不会要求规模缩小？因为效益不存在了嘛。第二个就是整个。就是穆斯林国家，不只是印尼啊，穆斯林国家其实现在都对美国有点质疑，除了海湾国家不得不接受美国持续的这个绑架之外，第三个全球南方这个国家大概都看到美国从俄乌战争到现在都是一个调。其实最严重的是美国自己的盟邦，他这些盟邦国家都要走第3条路了。因此我是觉得美国的国际信誉啊，在这一次真的是降到谷底。但有没有可能会修复？有。你方向正确，总是会修复，但是大概没有办法回到以往的那种所谓的霸主地位了。好，那另外一方面，美国要忧心的事情还有什么呢？就在这一场战事发生之后，我们看到这前后竟然在内部有11位的科学家。接连的死亡或者是失踪哦。那这些科学家涵盖了包括军事、核能跟航太，其中一位是这个最近的事情，一位34岁的科学家被列为疑似是自杀，但是非常的年轻，大家觉得这件事情很奇怪。现在说美国的 FBI 已经正式的介入在调查当中。舰长你怎么看这件事情？其实这一切都是为了转移焦点，也就是。川普他在这个战场上不利，他又想要转移大家对于爱泼斯坦的相关这个丑闻的相关的这一个媒体或者是司法调查，所以他就开始把这一些消息通通都在一起。我们这样讲啊，的确，美国最近呢是为了这个军事、核能、航太付出了非常大的一个无论是人力或物力啊。那我们讲军事的话啊，那军事的话，因为美国到现在为止啊，它才刚刚出现了第一款的这一个我们讲到高超音速飞弹，但这飞弹呢虽然可以飞得很远啊，它可以飞3500公里，那但是呢它的弹头却很小。那它的弹头能携带的只有30磅，也就是30.6公斤左右。为什么这么小？因为它带的是战术性核武。那这个因素也就会影响到核能的发展。也就是你现在要发展战术性的核武，那也就是它在不能够试爆的情况之下，它要研发出这个演算法的部分啊，那怎么样才能够达到适切而且有效？也就是它的那个能达到那个临界质量，然后可以创造分裂，那个核分裂。那这个那就是核能的问题。那另外呢，有关于我们讲到航太的部分，美国才刚刚以这个猎户座啊完成了阿提米斯2号的这个绕月任务啊，所以这个绕月任务其实对于美国来讲是意义非常重大，但是对于人类来讲，那个其实这件事情中国大陆早就做过了。所以那美国为什么这么做？也就是说，你中国大陆还没登月之前，我已经绕月过了，但是中国大陆没有继续顶上去。我们的月壤回来，你还跟我们要啊？你好意思啊？那所以我们这样讲啊，这些科学家他遭受了这么大的他那个工作的压力，而且他总是有一个使命感，要钻研或者是聚焦一个我们刚刚讲，无论是演算法啊，或者是基底电路的一个设计啊，其实都会造成他的生活不正常啊。那这个不正常嘞，然后就会对于他的生命造成各种的影响。那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美国有这么多成千上万的科学家，他把它兜起来，其实只是想要掩饰川普的无能以及错误的决策。而且我补充一点，你说这个到底这11个科学家真的是被外国政府暗杀了，或者是还有另外的说法说外星人嘛？说因为他们研究的是跟外太空有关的，所以他们很离奇的失踪了。这可以当做下次那个 X 档案的那个内容哦。但是我要讲的是说，其实
长期以来会在国际上猎杀敌国首席科学家的始作俑者，并不是今天这个美国想要指责的别人哦，就是 CIA 也好，摩萨德也好，摩萨德去这个以色列的摩萨德去猎杀了这个伊朗的这个研究核能的科学家，这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啊。我在讲另外一个中国大陆的这个首席的 AI 科学家，他叫做冯阳鹤。2003年7月1号凌晨2点，在北京街头被撞死。然后这件事情引起了中国大陆高度的关切，因为这个 AI 首席的科学家是解放军的天才科学家，非常年轻，他专门研究了就是战场控制系统，叫做战卢。就中国大陆的战场控制系统跟美国的那个梅文系统是一样的，但是那个时候中国大陆就在检讨说，我们的首席科学家 AI 科学家研究战卢的解放军的天才科学家，为什么会在凌晨2点被撞死呢？那么为什么没有保护？那到底是怎么样死亡的？这件事情那个时候在中国大陆国内引爆了很多各式各样的阴谋论哦。所以我觉得当然了，美国 CIA 过去干这种事情干多了，所以他们现在反过头来好好检讨一下自己的人是不是也面临到了同样的状况而已。